20年前，土将军文化学会同江义建寮社区强下合作，改善寮工地嘅水环境。今年疏通水准平替草地，同本来生草大农嘅实体，大草组有断水防水功能嘅收纳。这项寮模式系水在起里嘅典范。2025年台办水准论坛，土将军文化学会公开分享寮模式。 希望带本各界目向宽界思考方式。2023熱帶性嘅大氣壓帶來嘅氣溫調異，造成嘉義地區潑太水非常嘅嚴重。不過，但將嘉義市按河採無淹到，市長講意思嘅就係水路有通。2018年嘅8月23日，嘉義縣因為受到強烈熱帶性大氣壓嘅影響，幾日嘅氣溫調異就落無停。 造成地防洪入水一定嚴重，有啲各大農嘅蔬菜，甚至水入到有2公尺咁高，各位嘅下日水漲天天嘅推跌。我們最大的地方是10分鐘就19 mm， 那整個有高達到900多，它要下多大，就看到我們能夠消耗的多快，一般都一定會超過，所以會積水。所以這個最重要的其實是。 要能夠讓現有的下水道通暢，不要塞住。規橋呢用嘅喺樹下地度走嚟走去，使用嘅開喺草地方式呢。我嘅喺河壩地度自由吃菜嘅走嚟走去。 係嘉義縣大埔市，本嘉義64煙土，韓國63煙土包圍的各大農嘅蔬菜5寮社區。睇嘅當時落過大雨過後，天然熱嘅情況。下午差不多4點多開始下雨，那就是一直持續一直下都沒有停。64河這一邊哈，它的那個水位哈是差不多我們一個車子的一個輪胎的高度這樣子。早上9點多的時候。 那這一邊的水就已經退掉，就可以車輛就可以通行了。這樣子，63號這一邊哈，因為它地勢比較低啦，所以說它淹的水會比較高一點。所以說呢，它的水位是差不多到晚上深夜左右，它才退掉。第二天，好，我們的鵝就下去那邊吃草，去那邊游水了。好，那麼那一天我們是等到下午的時候，我們才把我們的羊放出來。 過去係降落大雨就會入水嘅5寮，我睇所講嘅嘉義823大水當中冇潑太水，係因為昨天2006年蔡天兒就同土將軍文化學會強下合作，改善睇三山國王廟頭前嘅和富咧，也就係新備大排5寮一節，當天兒喊做係廣大嘅水環境。 像我們港底這一邊，哦，它的旁邊是那個我們的平地造林。那麼這個地方原來以前是我們的流水的水域、流水的區域這樣子，哦，所以說它是算是洪患平原區。哦，那雨季來的時候，這個是應該是給水用的地方啦。這個地方它就叫，等於講，新埤大排新埤大排水系的這條港底大排。 那這條港底大排，它直接到嘉義市，也就接嘉義市的垂楊路中央大排。實際的效益可以減緩了在末端去做再多的滯洪池。好，因為我們一直質疑，就你挖很多滯洪池只是下猛藥，但挖了以後犧牲了那麼多土地，然後徵收了浪費了很多錢，農民從此沒有土地所有權。但是那個滯洪池挖了以後，其他效應呢很少。 環境改善的政策要實際做到，唔係以前就可以完成的，一定要有公民參與，才會做到行下順勢。故說20年前，土將軍文化學會的前理事長楊清良，如同蔡天兒強下打造的5寮方式，將過去為入水的範圍
推到的里沙区有100公尺安盐，也下已经是治理不太水最好的例的。伊黄寮模式一开始其实都含咧民间团体跟民间社区两边共合作做出来经验。过会都做出一个成果的时候，官方那开始慢慢注意，注意到的时候，那开始有18支影来投入你要有等于讲都如虎添翼咩，都本地方会有更多力量来做。8天连续降雨时候，里面的画面，我已经没有办法走入那个河道的高滩地了，我只能在外围比较高的地方做这个画面拍摄。在2025年的台湾水准论坛上，土将军文化学会的执行秘书杨维年奉送的在期盼论坛进前1整日，为拍风采，在黄寮连播的几下日太乙的画面。我人如果下去到刚刚拍摄的那个河道的河水岸边啊，可能是有2米的深度，等于我人是被淹掉的。它就显示了在低地有这种滞洪空间，让水流蓄积在这个地方的影响有多大。这一次8天的强降雨，刚刚讲那个渔寮社区，它可以自由出入，进出嘉义市，它不再是一个孤岛。这就显示说，在这个区域，如果这个河川治理好，有这样的低地治水的机能，然后把原本会淹没在其他地方的水集中在这里。它就可以疏解这种强降雨的危机。看见将一盆水木头的树拿，杨维年生讲，真欢喜，水是屯在黄寮港带，唔免入到沙区。对呀，就看得出黄寮方式对治理河坝是成功的。这就是水流进来了以后，它就是河道的景观就变成这样子。你刚刚看到那个小朋友在树里面奔跑原始的样子，它就是台糖的甘蔗田，中间一条小小的土沟，这个土沟宽度100米，100公分，不是100米。所以说，渔寮模式其实就是在还原史前时代的人是怎么傍水而居，怎么靠着水生活。我们会忘记那条河川原本是这么漂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河川抢地去使用，我们不断的把土推向那个河道里面，让我们的地表面积变大，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应用。以台糖为例，它面积变大，甘蔗收入就更多。水面上的供应金娜娜的，顺风树拿林林。建设实在讲到讲唔得，也是黄寮平常的用的。带点推广的心情来参加水准论坛的杨维年讲，黄寮排水本来就是水会流过的所在，黄寮方式要成功，像是实际做到同土地万本河坝天。我们希望把这个概念推广给一样在平地、平原，然后郊外的这些区域。他们可以思考说，这个是不是适合他们所在地区的范围，也可以学习，或是参考的对象。那如果有更多地方有这个概念融入的话，未来要推广，其实也有更多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实践。那个黄寮模式最开那个本来最开经验就是环地渔河啊，这个环地渔河是做得到的。各位也个所谓环地渔河并没去都侵犯一种10年的财产，以含咧跟一种土地利用跟一种环境结合做一个更好结合的做法啦。然后在这个河道的部分插入气顶，那在横向的部分用铁丝跟这个竹子去做编扎，让它的连接变成有力，中间再投卵石，它就变成一个天然的过滤系统，会有孔隙。孔隙里面在水流一次一次的冲刷
它会有泥土蓄积在里面，变成一个生物的栖地。看水係用嘅流嘅恢復其流過嘅路，用自然嘅工法，用石頭嘅筆頭來擋水，同土地還本河壩，講起來真簡單，故實際做起來，除咗對規個環境嘅規劃，愛面子來以外，還愛有堅持同大自然學習嘅理念。所以我們的魚寮思維是環地癒合，沒有使用水泥的零灰色工程，水資源的蓄留與利用，有目的的經濟造林，然後複合式的林下經濟，讓社區去經營那一片森林。對照在官方這邊的政策，在地滯洪啊，然後水環境改善計劃藍圖規劃，然後我剛剛講到綠網建設計劃，每一個都是幾千億。剛剛400米，我們只用了300萬不到的經費，甚至我們不是做一個地方，我們做5個地方。用最少嘅錢改造出最好嘅水環境，魚寮方式嘅成功，來參加水準論壇嘅排斥，弄清險線，免得有可能將魚寮嘅經驗拿到其他家鄉來做模。像剛剛聽到魚寮模式，我們是非常羨慕啊，因為一個民眾的動員，代表他非常的支持，或甚至是認同，然後進而去行動這件事情。那其實社大在這5年的過程當中，也是一直在發展一個公眾參與的模式。我們目前碰到瓶頸，就是像您講的，就是我們的學生參與度，可能嘴巴說意願很高，那實際行動上可能沒有那麼的踴躍。魚寮的模式吼，來講因為含咧都對一種排水的處理吼，個個都結合隔壁的一種都平地草林，一定要結合放落，都講喺土地利用跟住嘅水環境處理當中，都做嚟結合出一個更好的做法。好，都生態水啊，都變一個滯洪池，但是呢，迄個冇做太水啊，喏，整理放落就有一個更好的循環入去。所以一個東西嚟講，都講喺台灣有角度，其實河壩吼。其實你只要如何有空氣的蔬菜，一個模式其實都可以適合做。所以每個模式有一個特色啦。樹嘅太大話，條嘅規矩呢，睇樹面紅嘰嘰喳喳。本單亂草草嘅魚寮廣大，16公頃嘅藍莓地，一下除咗有斷水防太水嘅功能以外，還係期盼音樂會發展林下經濟最好嘅素材。論壇最尾，由委員請神坤請有心嘅講，要將其他環境顧好，面對一下各種嘅開發，地方將有發言權。那嘉義大家知道說，現在科學園區很多都要設在嘉義。如果有一天，我們周邊的這些剛剛那個台糖的這些造林地，有可能被徵召去當科學園區利用啊，那社區的居民就可以跟國科會來談說，如果要進來這個社區做工業區的開發、科學園區的開發，它會不會是台灣第一個可以依社區的環境標準要求去規劃的一個園區，讓自然與科技可以做一個互動，做一個比較和諧的共存。打造一個好嘅水環境，唔單止係政府同民間團體嘅工作，係要用公民行動，在個大步有計劃嘅策略，來達到改變嘅目標。魚寮方式唔單止係用20年來改善社區嘅環境，係因做定下。